好，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中日之間的爭議，現在也持續擴大到整個第一島鏈了。尤其是在美國的主導之下，我們要看到日本跟菲律賓也結合起來，一起來對抗中國大陸嗎？這時候台灣是否也被逼着要上前線？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一起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菲律賓這時候硬闖了鮮濱礁，那大陸則是出動它的水炮跟它的照明燈，這是有計劃性的對撞嗎？第二件事情是剛剛特別提到的，在第一島鏈這邊，美國呢現在在這邊做了非常嚴密的軍事部署，美日菲做了一個反艦導彈的一個部署，特別是在第一島鏈這邊要一起來聯手對抗大陸。等一下會一起來看第一島鏈的飛彈網是真的能夠封鎖中國大陸嗎？還是把南海推向更危險的戰爭邊緣呢？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台灣現在說呢，被美國要求要出錢去升級菲律賓的基地，是買安全還是被拉去當第一島鏈的提款機啊？這些議題今天都會請來賓來幫我們一起做解讀。趕快來看到現在在南海中菲之間再度爆發了全面性的衝突。首先菲律賓指控他說呢，24艘的菲國漁船在鮮濱礁的附近遭到了大陸的海警船發射水炮做攻擊，一共造成3名的漁民受傷，還有這當中有2艘的漁船嚴重的受到了破壞哦。那麼中國外交部於是呢，就是立刻發出了聲明，特別去反控說菲律賓才是組織了大量的漁船在這邊有計劃性的滋事，並且挑釁，組織還包括了這個衝撞鮮濱礁的潟湖等等。在大陸的多次警告之下，仍然是不離開，甚至他們中方還說菲律賓的人員持刀威脅海警。好，衝突不是只是我們看到的在海上而已，我們來看到空中的話，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時間，菲律賓一架巡邏機也抵近了主碧礁的上空，那中方是立刻派出他的巡邏機發射了3枚的照明彈，那麼要求才讓這個菲國的軍機轉向飛開了。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來看到菲律賓這一系列的動作，是為了捕魚，還是如中方所說的要製造事端？小馬可是在這個時候，他的政治目的到底又是什麼？又有哪一些利益呢？大使怎麼解讀？我想這個當然是菲律賓方面要借機生事，然後讓在南海的衝突維持一定的頻率跟一定的強度。在這個情況之下，他才可以從美國、從日本方面得到很多軍事方面的援助。如果小馬可是這個時候放棄了他在南海的這個所謂的騷擾的政策的話，那他可能這跟日本跟美國軍方的一個連接點可能就會斷掉。所以這件事情，菲律賓始終他幕後的這個總導演還是美國。那日本現在也很支持在菲律賓在南海的立場。那目標都是針對中國大陸，所以呢，我想就是說，馬可仕除非他面臨了更多的壓力，或者說內外的這種突發的狀況，我想他在南海定期、定時、定點的這樣子的挑釁行為是不會停止的。那這次發生在這個鮮濱礁的部分，其實去年那個衝突的狀況更大，因為去年的時候。這個鮮濱礁，因為它距離巴拉望省菲律賓的這個離島巴拉望省大概只有75海里，是相當的近所以去年在9月的時候，那個時候事實上那有一艘這個菲律賓的海警船叫馬拉魯瓦號，事實上就停在那個沙灘那個鮮濱礁待了相當長的時間。那個時候，這個外界都判斷，那可能菲律賓想製造第2個馬德雷3號事件，也就是非法做礁、做灘。那在中國大陸後來在用這個強制的驅離，還有這種斷水、斷糧、斷電這種方式，那麼那這一艘菲律賓的海警船現在噸位相當大的，那麼才在那邊這個鮮濱礁待了差不多將近2個月的時間才最後被迫離開，所以鮮濱礁是一個很容易對菲律賓來講，因為距巴拉望島比較近，它很容易採取動作騷擾行動的一個地方。那這次是有20艘左右的漁船，那麼在這個地方非法捕魚。那中國大陸派了海警船跟這個海上民兵前去取締。
那大陸方面的報道，就菲律賓的這個漁船哈，拿了大概差不多有大概哈長刀啊拒絕反抗，所以中國大陸最後用這個水炮，還有這個強制驅離的哈，才把這些非法騷擾的這個菲律賓的這個漁船給它趕走了。當然，菲律賓認為就是說這個是他們的這個領海，這個他們有權捕魚。當然，這個是中國大陸是絕對不會接受的啊。所以你進入到中國領域，非法進入就是驅離。那這件事的話，就是說可以證明，就是說菲律賓其實在南海的動作是不會斷的。另外，在這個主碧島上面的這個菲律賓的這個公務船的巡邏，因為主碧島現在是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小三角部分，主碧、永暑、美濟3個島，現在都已經怎麼樣？原來是礁，現在都已經變島了，大概都有差不多4平方公里大啊，3-4平方公里大。那上面的設施非常的周全，它有這個有這些停機坪啊，大概都有一條將近3000公尺的跑道。那還有這些停機坪啊，還有雷達站啊、炮塔啊，那甚至它的這個瀉湖裡面還有這些大批的這些軍事艦艇停在裡面。那菲律賓它這個等於是入侵了中國大陸的這個領空了，所以中國大陸當然就是立刻用這個戰鬥機上去驅離了。對，所以我想這個在南海的爭端，菲律賓是也不能說是方興未艾，可是呢，我覺得他這個本身的決心可能還沒有美國跟日本支援他繼續在這邊惹事的決心來得強。所以只要菲律賓他能夠得到美國跟日本的外援，那麼事實上的話，我想他這種挑釁行動是有利可圖的。那可以免費得到很多軍事裝備。對，那日本也最近要準備把一批舊的這些所謂的這些海軍的艦艇2000多噸也都要提供給菲律賓。所以這個原因是因為菲律賓在南海一直跟中國大陸來進行對抗，那跟日本有共同的戰略目標。所以只要他這個南海政策做這種騷擾，持續性，然後呢持續的強度的話進行的話，菲律賓從另外一面是可以得到很多實質的這些物資啊，甚至金錢的資源。確實，那這一次菲律賓敢這樣做的姿勢，就是背後有這個老大哥美國的支持，還有日本的支持。那剛剛講到說美國的支持，其實在整個第一島鏈現在都已經部署了相關的一些武器哦。這是來自於台灣國安局的最新報告。美國主導，那包括了另外的2個國家，日本跟菲律賓一起在第一島鏈這邊建了一個飛彈網，這個叫做第一島鏈的飛彈網。我們帶觀眾朋友先來看一下中間的這一張圖哦，因為有非常多的圈圈。我們先來看美國它部署了哪一些重要的武器？先來看提豐，也就是粉紅色圈圈圈起來的這個部分，是美國機動的在這邊，日本的山口縣跟菲律賓的三苗這邊來部署的提豐中程飛彈。再來看到藍色的圈圈圈起來的部分，則是美國在這邊部署的反艦飛彈系統。那剛剛講了嘛，除了美國之外，還有日本跟菲律賓也部署了他們的相關武器。日本我們看到紅色的圈圈圈起來的是在九州北海道部署它的島嶼防彈滑翔彈。那再來就是綠色的部分，是菲律賓規劃的它的布拉莫斯反艦飛彈，射程290公里。第一島鏈就是要把大陸給封鎖住嗎？解放軍在這邊也有它的，包括在南海的山東福建號，會帶來多大的威脅？尚志哥怎麼看？其實，在歐美的媒體裡頭，每次他很愛特別講剛剛其實思敏盤點的這一些，就剛剛講第一島鏈，日本、菲律賓這邊設了一些飛彈基地，講了這些，包括你知道這種各式各樣的中程飛彈武器。可是，我想對於在中國大陸來講，思考這個問題，我不能說這是一個假議題，但是我們要從2個角度。第一個，中國大陸的防空系統，我們講說精窮好了，這是美國的說法，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給個名字。我們先講防空，中國大陸有多少很厲害的防空飛彈？我還是盤點一下，最厲害我們講紅旗9B，紅旗9B 是200公里就打過來，它是我講防空哦，不是講攻擊哦。紅旗9B 200公里就把你攔截了，紅旗22 100公里把你攔截了，紅旗12A 40公里把你攔截了，紅旗16是海軍陸軍都可以布的防空體系哦。另外紅旗19。
超高音速飛彈，它也照樣把你攔截，更不要說還有那種小的飛奴6啊、FK3000，還有俄羅斯制的 S300、S400。我剛才講的防空，還沒有講到中國大陸攻擊。所以這些飛彈網當中，無論你是要打中國大陸陸地，或剛剛講你要打航空母艦，大家要了解到，我想也已經了解了。從巴基斯坦先前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大陸是這樣子：第一個，它是體系化的作戰，以及多層次的防禦。所以這裡頭防禦是包括高空、包括太空都一起。也就是說，你現在任何在日本、菲律賓的，你一顆飛彈攻擊。剛打出去，才剛發射，你的彈道呢？大概中國大陸就已經算好你要打到哪裡了。如果你確實有攻擊的意圖，你不要說馬上幾百發就把你攔截下來，一發可能就夠了。然後你確定你真的要攻擊的時候，中國大陸接下來就是要攻擊你。如果真的菲律賓打這樣的飛彈，而且它的攻擊意圖是很清晰跟強烈，不要說一發啦，如果有2、3發的時候。中國大陸馬上除了防空把你打下來之外，另外他們攻擊可以馬上就打你馬尼拉，不要擔心，不會亂炸菲律賓的人民，會馬上精準的打你馬尼拉的總統府跟國防部，更不要說你全菲律賓或日本的這些飛彈基地，你只要敢發射第一發。在幾秒鐘之內算好你的部分彈道，中國大陸就攔截了，然後馬上就可以直接攻擊，把你日本跟菲律賓所有的飛彈基地全把你炸光光啊！我現在並不是在哈拉，我們都知道南海地区對中國大陸來講，因為南海疆界都處在守勢，沒有繼續擴張，是黃岩島。現在這邊當然有很多爭議，但你不得不說，西太平洋當中現在卻是南海當中最複雜。因為在我們講說東北整個第一島鏈的東北端來講，日本、韓國其實對中國來說有很多經貿的牽扯，都是比較謹慎。雖然日韓美的軍事同盟是很清楚的，還有美軍基地，但是南海地區都知道，長久以來，不要說澳洲、日本、韓國現在也都跑來南海這邊來演習，包括德國、法國、歐洲的這些國家也都在這裡，所以是南海的複雜程度，其實是美國的所有這些爪牙跟小弟都在這裡進展。所以這些東西雖然沒有錯，在很多角力，但中國大陸現在的手勢當中也並沒有盡顯他們真正包括這邊提到的這些飛彈的武器系統。再講一遍。防空就那麼多了，中國大陸的攻擊呢更是難以想象，還有雷射跟電磁炮所以還有那些那個偵搜船，你只要一點點的動天都掌握的。所以我覺得在南海當空，你不要覺得日本、菲律賓放美國這些武器，這些小爪牙就可以耀武揚威，你只要有一點點的動作，即使你誤發誤射，你就要付出 N 倍的代價。那台灣呢？台灣會不會是也要跟着付出代價呢？因為現在不只是日本跟菲律賓在美國主導下部署的這些武器，現在有一個說法是台灣可能也會包括了這個是日經亞洲拋出了震撼彈，這樣說，他說美國國會旗下的這個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最新報告是建議國會說你們趕快透過外國軍事銷售的管道，把呂宋跟巴拉望島基地做升級，這樣子的一個計劃出售給台灣吧。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台灣出錢，美國承包，最後菲律賓受益。我們來看到的是，薛瑞福也直接說了，一旦做出防衛台灣的政治決定，這直接關乎美國捍衛台灣的能力。這個交易到底對台灣來說合理不合理？乾哥怎麼看？好，那薛瑞福，你不要講瞎話，對不對？你現在只要確定你保證，如果台灣有事，美軍馳援美軍立即應援，那台灣就可以付這個錢了。你能保證嗎？川普都不敢保證，你保證什麼？所以我今天講一句實在話，這些政客，拜託，這個單位還真的是華府認證的單位，它不是一般的什麼智庫講的話，它是屬於美國國會山莊旗下的一個機構。叫做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那這個單位，其實老實講，美國有很多這種奇奇怪怪的單位啦。這個單位就是幹嘛？放話，告訴你台灣，你現在要扮演什麼角色？我現在在菲律賓這些基地我們美軍已經花太多錢了，現在換你出。為什麼要我們台灣出？因為到時候台灣有事，我們才能夠保證你的安全啊。可是台灣說不對，我們幫他修理這個基地建設對不對？我們台灣出錢之後，萬一真的一旦有事的時候，我們得到的是什麼樣的回饋？現在的白紙黑字，你要給我講清楚，對不對？薛瑞福，你能夠講清楚嗎？他竟然怎麼講？他說這對台灣很划算對不對？我可以讓你們的國防 GDP 達到川普要求的5%現在你們只達到3點幾而已，我們可以讓你達到5%這不是很划算嗎？
這哪裡會划算？就像我要問你啊，薛瑞福，如果說你的兒子去幫人家設計了什麼藍圖，然後人家公司賺錢，結果呢不是分給你兒子，那你會怎麼樣？台灣現在就面臨這樣的情況啊，對不對？台灣幫菲律賓建設倉儲與軍事基地的維修、跑道的整備，如果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利益？你要在合約裡面講清楚。如果不能的話，你不要信口開河，因為這是什麼？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世界上不會有一個國家去幫人家維修軍事基地，然後給人家用，然後自己當盤子。台灣的就是我們常常諷刺別人，你是個盤子，也就是你是個250，你是個250，幫人家付錢啊，然後自己什麼也沒得到。台灣是這樣子的蠢蛋嗎？對了，台積電已經當一個蠢蛋了啦，我們要再蠢第二遍嗎？這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認為說，不管菲律賓啊，而且我可以告訴你，你幫菲律賓是沒有用的，因為這個國家你幫他再多，到最後還是給你搞壞、搞爛。為什麼？因為他們連維修都不會，是不是？菲律賓的美軍基地都是美軍自己要出錢去維修的，菲律賓人不會幫你愛惜的，更何況是台灣的資金。所以不要再痴人說夢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